国庆小长假刚过，老公在公司加班，我拎着便当去给他送爱心晚餐，却发现他搂着他的美艳女秘书说：“我媳妇啊，一个垫脚石，老肥婆而已。”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神情恍惚地回到家，看着房间里摆放着爱心形状的蜡烛、玫瑰花瓣和熏香，一大束气球下悬着我精心为肖生准备的礼物。今天是我和肖生结婚5周年纪念日。我去公司给加班的老公送饭，却隔着一扇门听到肖生对他美艳的女秘书说：“程西西那个老肥婆，一块垫脚石罢了。”我默默掏出一个大袋子，把那些兴冲冲买回家，满心期待能让肖生开怀的装饰品丢进了垃圾桶。最后，我打量着那份礼物，是肖生念叨了很久的劳力士绿水鬼，犹豫了很久，最终也扔进了可回收箱，希冀着哪个运气好的拾荒人能一眼发现它。心里一阵肉疼，毕竟跟扔钱没什么区别。收拾妥当后，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肖生回来，牙齿缝里反复咀嚼着3个字：垫脚石。多么侮辱人的字眼啊！结果是我用心对待的爱人随意在外人面前形容我的。房门打开，肖生一身酒气地走了进来。看到我之后，他微皱了下眉头，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厌弃。但他像例行公事一样，在我脸颊上形式主义地印了个吻，随即吹着口哨进了浴室。他路过我身旁，一股淡淡的女士香水飘过来。可我从来不用香水。浴室里，肖生的手机铃声响起，我隐约听到一个女生在电话那头喊：“亲爱的。”随即，电话声音被故意放大水流声所掩盖。5周年纪念日，我一点儿都不感觉甜蜜，只剩茫然。滚烫的心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彻骨的凉。我竟然一点都不了解枕边人真实的样子。今天怎么这么懒，没做饭呢？我都饿死了。肖生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走了出来，不屑地瞥了我一眼：“你不是刚吃饱回来的吗？”肖生坐到我身旁，单手搂住我，但手臂却有些僵硬和敷衍。那种应酬哪是奔着吃饭去的呀？明明是拼酒去了，胃好疼啊！他语气带着刻意装出来的委屈。以往我可是很吃这一套的，他一露出这副模样，我就心疼得找不着北，颠颠儿去做他喜欢吃的菜。但现在，我今天累了，你自己点个外卖吧。肖生状似关心地问：“宝贝儿，今天有点不对劲呢，哪里不好吗？”可明明跟我说着话，却没有正眼看我，只是在自顾自地和人发消息聊天。我发现他的手机膜竟然变成了那种防窥屏的。从前的肖生从不忌讳我翻看他的手机，而今竟然发个消息都要躲着我了。我的心底升起一丝痛疼。我今天下午去公司了，回来之后心情就不太好。话音刚落，我捕捉到了肖生脸上一闪而过的不耐烦与阴翳，像是做了坏事即将被揭穿的恼羞成怒。我在心里冷笑，不过很快我补充道：“因为小贾把咖啡洒到了我的身上。你今天就先将就一下，明天我给你做你爱吃的海鲜大餐好不好？”肖生紧绷的肩膀松懈了下来，流程化地抱了抱我，然后放我回到了卧室。抱我的瞬间，我明显察觉出他极力压抑自己的厌弃情绪，但还是被我敏锐地捕捉到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我暂时不打算跟肖生摊牌，因为我们在一起7年，谈恋爱5年，结婚2年，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现在拥有属于我俩的公司和豪宅，
一切都来之不易。垫脚石也好，试金石也罢，我不也过了更好的生活吗？只要他不是明目张胆的乱来，我不介意这一次当个瞎子。这世上每天有多少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得过且过吧。可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想法，让我跌进更深的深渊。隔天早上8点，我准时起床给萧生做营养早餐。吐司刚出炉，萧生从房间走了出来。早啊，宝贝。他边打着哈欠，边旁若无人地拿起手机聊天。早，我一会跟你一起去公司上班。萧生有些错愕，放下手机，筷子也停在了嘴边。我妈那边没事了，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萧生他妈前阵子下楼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萧生不放心让护工照顾，所以我只能从众多工作中抽身，去他妈那个老城他力照顾他妈3个月。3个月没上班，不知道公司怎么样了。萧生语气温柔地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别那么着急上班，公司有我呢，你在家休息一阵吧。”我皱了皱眉，其实萧生说的没什么问题，听着是在关心我。但是我和萧生认识7年，以前的他，就算是我生病发烧，他也会带上毯子把我裹到办公室，让我坐在一旁坐着看剧。用他的话说，亲爱的宝贝在旁边陪战我，我工作起来更有劲儿。今天是怎么了？转性了？结合昨天的故事，我更加坚定了去公司走一趟的想法。哪有那么娇气，就这么说定了，一会一起走。萧生有些抗拒，他还想说什么，但唇动了几下，到底没有说出口。望着他掩饰的表情，我竟对自己感到一丝悲哀。西西姐，好久不见呀，我都想死你了啦。刚踏进公司大门，我的助理苗圃就凑到我身边说道。我轻轻点了的脑门，你呀，这嘴成天跟抹了蜜似的，跟我来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内，苗圃坐在我对面。我离开的近3个月，有没有什么事发生？我在公司，苗圃是我的得力助手，不在公司时，他就是我的眼睛。苗圃仿佛打开了话匣子，谁被训了，谁升职了，谁又因为什么事被辞退了，滔滔不绝说了好一会儿，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音量突然加大。对了，西姐，咱们新来的市场部女总监最近风头正盛呢，听说又签下了一笔大单子，个人提成就高达30万呢。市场部女总监，我的背脊突地升起一股凉气，有些愕然。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人？身为总经理，像这种重要的人事调动，萧生从来都会问过我的意见再做决定的。总监？对呀，西姐，你不知道吗？苗圃看我的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道。我勉强勾了勾嘴角，最近家里边太忙了，没注意公司最近的状况，简单说说这个人。听说汪总监是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家里有钱有势，长得也标致，最重要是还很年轻，公司不少男同事追求呢，可惜人家都看不上。不过我见过好几次，是总裁办公室汇报工作，一去就是1-2个小时。苗圃说这话进大眼睛不时偷瞄我的脸色。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我和萧生打下的夫妻档？我表面上维持得很体面，笑着支走了苗圃。也不知道是女人的直觉，还是别的什么，我只觉得绝对不只是谈工作这么简单。不过我没多少闲工夫去想这些，因为我办公桌上的文件已经堆积如山。很快我就全副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临近中午时，苗圃敲门，探出一个小脑袋瓜儿。西姐，刚刚总裁提议给李总监办庆功宴，
说正好您回来了，就今晚办。我第一反应是，这种场合应该可以近距离接触一下那个神秘的女总监。好，我知道了。下午5点，我揉了揉酸胀了的眼睛，看了一天的数字和文字，现在看别的地方都是花的。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前，敲了2下。进。肖生正对着电脑认真的办公，一张俊秀的脸面无表情。当一看到是我时，忽然勾起一抹迷人而僵硬的微笑。宝贝儿，来我身边坐。我最喜欢的就是肖生对我的偏爱，让我不自主地沉沦。比如他对所有人都是一副淡淡的模样，但在我面前却像个孩子气的大男孩。我坐到他身边，却看到他办公桌上摆着一个精美的手工艺品，是某品牌推出的12生肖绣品，价格高达10万一副。肖生这副绣的是一条龙，肖生属龙。可是为什么右下角绣着一个敏字呢？我心中某些不好的猜想，似乎在逐步被证实。我装作不经意间拿起那个绣框，正要拿过来仔细看看，肖生却突然仓皇地劈手夺过。我眯了眯眼，老公，这是……肖生神色有些不自然地把绣框随手扔进了抽屉里。前段时间合作公司的经理送来的，忘了收起了。走吧，回家收拾收拾，然后去宴会现场。肖生，你不知道你撒谎的时候会习惯性地眨眼摸下巴吧？我感觉一股寒气和苍凉从背脊升起，却还要强装镇定。好啊，走吧。晚上到了酒店，我不禁感叹，肖生对这个女总监真的很看重啊。这家酒店是出了名的高消费，而且订的还是豪华包厢。肖生与我白手起家，平时算是比较节俭，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他对身边任何人如此大手笔的消费过，包括我在内。我心底那个不好的猜想越发清晰。跟着肖生来到座位上，我的左手边已经坐了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妩媚漂亮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那女孩一见肖生，立马站起身，露出一个灿烂的鄙容，紧接着瞄到了后面的我，嘴角的笑容顿时僵在半空。这位是程总经理吧？你好，我叫汪希敏。他目光骄傲而挑衅。我流程化地笑着握上他伸来的手。早就听说过汪总监的盛名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不知汪总监的敏是哪个敏呢？聪明的敏。我的心沉了几分，然后狠狠地刺痛。入座后，我左边坐着汪希敏，右边是肖生，推杯换盏间，我不禁对汪希敏的酒量啧舌。对于别的部门总监敬来的酒，他也照单全收，并且能做到面不改色，谈笑风生。怪不得刚来1个月，各部门对他的评价都清一色的好。汪希敏站起身，手举满满一杯酒。这杯酒我想敬肖总，感谢肖总一直以来的栽培，于我而方。您就像我的好哥哥，手把手教我路怎么走才能更顺更宽，谢谢肖总。肖生微笑着与他碰杯，两人对视着一饮而尽，眼神在半空中炽热而深情。这种眼神，我只有在和肖生热恋时才从他眼中见过。我坐在俩人中间，竟感觉自己有些多余，像个电灯泡般横跨在中间，孤独和悲哀包围了我全身。我和肖生才是名正言顺的情侣，按理来说，电灯泡不应该是汪希敏吗？可此刻，我的心为什么冰凉彻骨？他刚才说什么？肖生像他的好哥哥，手把手教他。肖生对公司下属一向严厉，我竟不知道什么时他对下属这么体贴入微了。我正出神想着，汪希敏又起身道：“这杯我想敬程总，
自从我来到公司，这是第一次见程总，但是却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以后请程总多多关照了。我抢笑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没想到汪希敏竟然接二连三地敬我，话说得滴水不漏，让我想拒绝都难。我知道他这是在试探和挑衅，但今天是他的主场，我给足了他面子，每一杯都喝了下去。没一会儿就感到胃里火烧火燎的疼，酒精疯狂撕咬着我的胃，我下意识地按住胃部。程总，你怎么了？身体不适吗？还没等我回答，汪希敏又说道：“是因为我敬你酒的原因吗？我听肖总说你酒量不错才敬你的，没想到。”话一出，桌上的人都看向了我们这边，包括肖生。我余光瞄到肖生露出担忧的神色，只不过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汪希敏。这个认知犹如给我兜头一盆冷水。没事，老毛病了，别那么紧张。汪希敏这才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而我已经没有半点聚餐的兴致。肖生说我酒量好，为什么会跟汪希敏说起这个？还是说这只是两个人聊天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好不容易挺到饭局结束，众人提议去唱歌。此时的我咬牙挺着胃传来的疼痛，但为了不扫兴，还是答应了下来。结果在车上，后排又是我、肖生、汪希敏。饭桌上也就罢了，车上还是如此，真是难舍难分啊。一路上，汪希敏一直在找话题与肖生聊天，肖生眼神热切地回应着。我捂着胃，强烈不是沉默不语，又成了电灯泡。KTV 包间内，几个性格开朗的员工鬼哭神号地唱着不成调的歌。一个员工起哄道：“别总咱们唱啊，汪总监上来唱一首，今天你可是主角。”一直默不作声，说不过去。汪希敏大方地站起身接过麦，我想唱一首类似爱情。我震惊抬头看向汪希敏，熟悉的前奏在包厢里响起，把我拉进回忆中。我和肖生是大学时认识的，他是我学长。在一次社团聚餐时，我们在饭桌上相识，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段时间，我正处于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候，如果不是室友硬拉着我去，我大概会懒死在宿舍。20来岁的肖生帅气阳光，性格体贴开朗，明媚的像一束暖阳，看了就让人过目不忘。酒桌上别人敬我的酒，他看我捂着胃部，面露难色，结果大部分进了他的胃里。我朝他投去关切感动的眼神，或许就是那一次对视，我们认定了彼此。从那之后，肖生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我渴望这种热烈张扬的爱，所以我们在一起了。后来毕业后顺理成章就住在一起了。那是一段甜蜜的过往。肖生会每天早上做好早餐叫我起来吃，吃完后沐着清晨的朝阳一起搭公交去上班。再后来，他不满足于安稳但枯燥的现状，决定创业。我毅然决然辞了职，拿出银行卡所有的积蓄，包括父母发生意外的补偿金，一共280多万，毫无保留地交到他手上。他酒量不好，创业前期，我时常陪着他出入各个应酬场合，一杯一杯地给他挡酒，生怕他醉酒伤身。应酬过后，我吐得昏天暗地，却还不忘提醒他抓住时机，与对方签好合作合同，以免第二天酒醒泡汤。我的胃病就是那时疯狂喝酒留下的后遗症。甚至有一次，一个合作方喝多了，把肥爪子伸向我，肖生当时没有作声，回到家假模假样地安慰了我半天。可惜我这个恋爱脑当时全都看不他的端倪。这么多年，自己像飞蛾扑火，眼里只有深爱的他。
一路艰苦打拼走到现在，他居然在别的女人那里说我只是一块垫脚石。我承认自己确实是。如果没有我的启动资金与辛勤付出，萧生的事业想要在短短几年时间达到现在的高度根本不可能。原来对萧生而言，自始至终，我只是一块垫脚石与跳板。这一刻，我尝到悲凉的感觉。汪希敏还在深情地唱着类似爱情。这首歌是我和萧生心照不宣的默契与美好爱情回忆的背景音乐，是刚毕业时每天搭公交车上班时同戴副耳机听的歌。我不相信有那么多巧合，也许就像歌名一样，萧生又遇到爱情了。汪希敏悦耳婉转的歌声从音响里传出，好听的有些失真，好听的让我有些心痛。不得不承认，汪希敏确实比我强多了，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家世好，甚至唱歌都比我好听太多了。哎，萧生别小声跟着唱啊，拿麦拿麦，一起唱。一个员工有眼力劲儿的起哄道。萧生隐晦地瞟了我一眼，还是拿起了麦。低沉磁性的男声加上甜腻悦耳的女声，契合度100%。我真想鼓个掌，再打赏给他们250块钱。酒劲上冲，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泪水无声地从我脸颊流出。醒来时，包厢里大多数人都躺倒了。我起身走向外面的卫生间，路过消防通道时，熟悉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敏敏，你今天过分了哈。生哥，对不起喽，我就是看不惯他嘛，他都人老珠黄了，而且事业上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你干嘛还惯着他？好了，不要为了不值得的操负生气，乖，亲一个。萧生语气温柔。嘻嘻，好喜欢生哥，我好想。我也喜欢敏敏，声音跌宕起伏。我仿佛堕入无尽的深渊，全身不住地颤抖着，连冲上去厮打质问这对狗男女的力气都没有。不值得的操负我吗？回到家，我立马开始收拾行李。在这个房子生活了4年，到处都是我和萧生的痕迹。情侣牙刷，情侣毛巾，情侣妥协，不过这些我都不打算带走，我只把自己的衣服挑出来，放进行李箱。做好这一切之后，我枯坐在沙发上，对着一室的黑暗发起了呆。当你亲眼看见爱人只对你才露出的偏爱，却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另一个女人，这滋味真是差到了极点。回来了，我对着刚进门的萧生淡淡说道。距离我收拾好行李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让我猜猜这3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呢？怕是天雷勾火，一发不可收拾吧？萧生被我吓了一跳，怎么不开灯？吓死人啊！我还到处找你，你怎么先回来了？你不知道原因吗？什么呀，宝贝儿，我头好疼啊，他们太吵了，快给我揉揉这里。他又开始装傻了，含糊其辞，边说边要抱我。我一把推开他，他一时不觉，被我推了个踉跄，终于维持不了恩爱的表象，大吼道：“你发什么疯？能不能别像个怨妇一样，烦不烦呢？”我面无表情，平静地开口道：“萧生，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我说离婚。萧生勉强勾出一个笑容，上前要牵住我的手。别闹了，宝贝儿，好端端地提什么分手啊？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我改。萧生，我自认为我对你不错，在一起7年，我有没有哪里对不起你？你是怎么对我的？说我是垫脚石，和汪希敏纠缠不清，离婚不是正合你们意吗？你巴不得甩掉我呢吧？我越说越激动，恨不得冲上去扇他2巴掌。不过我已经过了为了一段感情大打出手的年纪了。你都知道了？是。
萧生低着头，看不清楚脸上什么表情。他爸是咱们公司目前最大的合作商，你知道拿下这个项目对咱们公司意味着什么吗？你要理解我啊，西西。我一直都知道萧生是个聪明人，但没想到他这么豁得出去，为了一个项目献身。理解你，理解你为了项目献身，背着我和其他女人搞在一起。我冷眼说：西西，你能不能对我有一点信任？我跟他就是逢场作戏，你在商场上驰骋这么多年，这一点你应该懂的呀。萧生，你让我觉得恶心。我走到卧室里，拉起行李箱就往外走。萧生一看我的架势，明白了我是在动真格的。他一把扯过我的行李箱，重重地摔在地上，里面的衣服鞋子散落一地。程西西，别闹了，你要理解我为了公司生存的付出，我不会同意离婚的。我很清楚萧生愤怒的原因，他不愿意分手，无非是为了我手中的股份。我心如明镜。当初公司成立时，萧生是拿出了诚意的，签下合同承诺以后公司做大做强后，表面上他是主事人，内在最大股东还是我。我不过垫脚石而已，你不愿离婚，不过是看在我手上股份罢了。公司是我们2个人创立的，从开始到现在赚的钱都供你支配，我只是每个月固定工资和股东分红而已。现在既然要分手，你分我3000万，我可以把股份给你，不过分吧？我这都是已经很留情面了。萧生目前身家已经达到了9位数，但萧生听到我提钱后，脸色突然变得冷漠无比。西西，我是爱你的，我不想和你分手，咱们7年的感情，提钱就没意思了。公司最近发展新项目，把投了一大笔钱，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你如果乖乖和我一起做一个懂事的贤内助，我还是会对你很好的。听到这话，我想笑。到了这个地步，萧生还想哄我，让我甘愿做他的垫脚石。我连气都不想生了，只想笑，笑我傻，竟然爱了这么一个人渣7年。我眼神决然。你把我之前给你创业的启动资金280万，按照如今的利率，7年化利还我，那是我父母的救助金，从此以后我们各不相干。如果我的父母知道我把钱给了这么一个人渣，一定会很痛心。当初父母发生意外双双截肢的时候，我把萧生当作救赎，没想到剥开一层层华丽的外皮，竟然是腐烂发臭的深渊。行，听到我只要当年的那笔启动资金，萧生松了一口气，不再假意挽留。我收拾好行李，开门走了出去。关门之前，我问了萧生最后一个问题：萧生，你一开始追我，或者说最初我俩在一起，你是真的喜欢我，还是仅仅因为我手里有一笔钱？萧生目光躲闪，看向别处，我不知道。哦，明白了。得到答案后，我迅速关门，没再回头看那个把我的真心踩在地上践踏的人。回到爸妈留给我的老房子，爸妈因为腿脚不方便，担心在城里拖累到了，所以早在多年前就搬回了乡下。这个房子还是我爸妈在这个城市打拼时创下的第1套房。我站在玄关处，看着略显老旧的装修，忍了1天的泪水终于决堤，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爸妈，女儿不孝，把你们争取给我的钱所托非人了。哭了好一阵，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卧室，就沉沉睡去。梦里恍恍惚惚，全是过往记忆的片段，让我痛哭不已。你好，请问是程西西小姐吗？你父母由于遭遇公司泥头车事故，为了保住性命，两老现已双双截肢。
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和抚恤金足够你衣食无忧的过上很多年了。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想的。你快去看看你爸妈吧。西西，和我在一起吧，我会倾尽一切对你好的。萧生在我面前单膝下跪，目光热切。西西，我想创业，你会在我身边一直陪着我的，对吧？萧生深深望着我，眼含期待。程西西啊，一块垫脚石罢了。萧生满脸轻蔑与厌弃，他都人老珠黄了，而且事业上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你干嘛还惯着他呀？眼前浮现出汪希敏嘲讽的神色。醒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梦里恍如隔世，不知今夕何夕。半梦半醒间，我打开手机看了下时间，竟然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傍晚。清醒后，我感觉自己心里似乎空了一块，8年的情感一瞬间被抹去。有些生活被连根拔起的隐隐刺痛，但生活总是向前的。往事随风，辜负真心的人，就算勉强在一起，心与心之间也注定会渐行渐远。我解锁手机，萧生的102个未接来电和152未读消息争先恐后的冒了出来。粗略扫了一眼，西西，接电话，我很想你。突然感觉这个房子好大，空落落的。西西，习惯了你做的饭菜，我离不开你。西西，对不起，我不想和你分开。西西，我错了，你在哪？我去找你。我盯着电脑屏幕，看着编辑了一半的离婚协议，陷入了沉思。呵，真是犯贱啊，早干嘛去了？释然后的我，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平静地把萧生拉进了黑名单，然后打下最后一行字：签字人程西西。长长舒了一口气，把房子里里外外大扫除了一番。下楼梯扔垃圾时，发现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装修精致的奶茶店。和萧生创业之后，我们勤俭持家，把每分钱全部投手到了公司业中，我就没再喝过奶茶。闻到奶茶的香气，我忽地有些如释重负，终于不用这么艰苦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维护萧生的事业了。我突然就想喝这种甜丝丝的东西，于是我走了进去，点了一杯外观很好看的奶茶。谁知刚一转身，就迎面撞上一个宽厚的肩膀，满满一杯奶茶全部贡献给了这个人的外套。真是不好意思，我赔你钱吧。我认出他身上穿的这件外套是爱马仕限量高定，看来今天要大出血了。不用，没多少钱。男人脱下脏外套，拎在手里。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转给你吧。没事，真的不用。这时，奶茶店陆陆续续进了很多客人。我想了想，提议道：“那我请你吃个饭吧，当做赔偿。”西餐厅内，我看着对面的男人，俊美的五官犹如刀刻般立体，剑眉星目，绝对是在人群中一眼能注意到的长相。但是为什么越看越觉得眼熟呢？我一定在哪见过他。我叫程西西，先生怎么称呼？潘伟军。我想起来他是谁了，潘氏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拔尖的总裁，25岁开始就以雷霆手腕把潘氏牢牢攥在手里。潘氏集团是全国范围内都赫赫有名的企业，酒店、娱乐、电影、房地产均有涉足。之前刚和萧生创业时，在一个酒会上见过，那时的他身边犹如众星捧月似的，一群老板对他阿谀奉承。没想到时隔多年，我竟然在这个小小的奶茶店泼了他。潘伟军深邃的眼眸盯着我的脸，你为什么哭？啊？我错愕地抚了抚肿起的眼皮，不知该怎么回答。潘伟军看出我的窘迫，解释道：“我是学心理学的，
你的精神状况实在是太差了，遇到什么难处了吗？我勉强勾了勾唇角，没有。让我猜猜，你被绿了，对方是个吃软饭的人渣。一语中的，我突然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人面前，我的所有窘迫和不幸仿佛被放大了无数倍，让我无处遁形。不好意思，潘先生，我不想提这些糟心事。潘伟军笑了笑，转移了话题。哟，这不是肖总吗？这要巧啊！我抬头一看，竟然是汪希敏挽着肖生的胳膊出现在我面前。我冷漠地转过头，离婚手续都还没办利落，他们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公诸于众了。我早就跟肖生说过，我的原则是在我们还没办理离婚手续前，我不想让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现在看来，他不但违背原则，压根也不要什么体面。既然他们不要脸，我也就不用顾虑这么多了。汪希敏不在意我的冷淡，直接拉开椅子坐了下来。不介意吧，程总？汪希敏望了一眼潘伟军，随即嘲讽道：看来程总心里是没有肖总呢。听说你正在闹离婚，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优秀的下家。肖生拉了拉汪希敏的衣袖，目光躲闪地看着我。敏敏，别乱说话，我定了位置，我们去那边。祝你和肖生白头偕老，愿你永远不会成为下一个垫脚石。我冷眼看着二人之间的小动作，反讽回击。接着，我冲潘伟军歉意地笑了笑：潘先生，我现在有点倒胃口，改天我再请你吧，可以吗？潘伟军挑眉：好。擦肩而过时，肖生突然伸手拦住了我。嘻嘻，我和汪希敏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我们只是单纯的项目合作，与我无关。我面无表情。你走之后，我的生活好像失去了重心，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肖生眼神恳切。失去你之后，我才发现，我的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早被你填满。这段时间我茶饭不思，万分想念，我实在离不开你。潘伟军突然出声打断了肖生的话：肖总，你既然茶饭不思，还有心情带着新欢一起吃饭，你不觉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那种行为很令人不齿吗？我惊愕地看着潘伟军，他竟然会替我解围。我正愕然地站着不动，潘伟军伸手过来拉我：如果不介意，让我送你一程吧。肖生呆立在原地看着我们离开，我不回头都感觉到芒刺在背。汪希敏恨毒了我的眼神似是要喷出火焰。说吧，需要我帮忙吗？在车上，潘伟军开门见山的性格我太喜欢了，也很受用。潘总是指哪方面？潘伟军勾起嘴唇笑笑。我说过，我最不齿这种负心汉，难道你不想制止他出口恶气？我听明白了，他是要吞掉肖生的公司。我是最大的股东，协议一日不签，我就是鹏辉集团持有股份最多的人。潘总的算盘响彻云霄。我扯了扯嘴角，呵，我们是互惠互利，生意人嘛，谈的就是交易。好，爽快，我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公司，你做主。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什么交情暧昧，有的也只是算计和利益。只可惜我现在才醒悟。我快速收集到肖生出轨的证据，还有他最近往来的转账记录，掌握在手里牵制他。你不是说你只要当年启动资金吗？现在怎么反悔了？违背协议的人是你，现在有人出高价要买断我手上的股份，既然你拿不出那么多钱赎我手上的股权，我只能转让给其他人了。是不是潘伟军？你说是不是他？肖生开始恼羞成怒起来，他根本就是在利用你，你别上当了，
你以为他看上的是你这个人吗？他只是看中你手上的东西而已。我昂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双标的男人，像当初你那样是吗？萧生怔了几秒，随后狼狈地转身。我跟他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是把我当成跳板，完成了人生的飞跃，而人家只不过是花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罢了，出手还阔绰，我何乐而不为？嘻嘻，萧生还想解释什么，只是我不再给他机会。明天早上9点，民政局见。我不会答应的。哼，早就料到他会拒绝，没了我的股份，他名下的公司就像一叶孤舟，在业界寸步难行，随时都可能被吃掉的风险。不同意，我只能走法律程序了。我向萧生甩出他和汪希敏的最近的亲密照。你监视我？程西西，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堪？我不屑地看向他，公司大大小小的摄像头数都不数不清，你怎么不说你俩不顾礼义廉耻，在公共场合也控制不住呢？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出公司大门，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忽然，生哥早就不爱你了，你为什么还阴魂不散地缠着他？背后传来的声，不用猜也知道来人是谁。我转身，坦然面对他。听说汪总监家教极好，还是名门望族，不知令尊令堂知道你跟一个有妇之夫纠缠不清，破坏人家的家庭，呵，传出去，这名声也不是那么好听吧？汪希敏是爱面子的，即使他不要脸，他父母怎么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可能放任他这样胡来。那又怎么样？爱情不分先来后到，我爱生哥，他也爱我，这就够了。倒是你，赖着一个不爱你的人不肯放手，既不道德也不光彩。说完，汪希敏扭头离去。看着他高傲的背影，我内心的升起一股无名之火，怎么也驱散不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了近2个小时，萧生姗姗来迟，后面还跟着汪希敏。这是要离婚，结婚一起办理了吗？我看着他俩朝我走来，不禁低头嗤笑。你笑什么？汪希敏果然是敏感的种。我抬头注视着他，我笑你可真是迫不及待。你别太得意，就算没有了你手上那只股份，我也会说服我爸支持生哥把公司做大做强。我冷笑，那是有你这块强硬的垫脚石，我相信萧生的公司一定会再上一个台阶的。萧生阴沉着脸，进去吧，人家等着咱们了。走出民政大门，我一身轻松，望着头顶的阳光，空气也格外清新。昨晚打一个电话给爸妈，告诉他们我离婚了，不过物质上没亏待我。爸妈沉默良久才开口道：生活还要继续，只是以后你要一个人照顾好自己了。我舒一口气，安慰他们道：我一直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只是以后我不去需要照顾别人了。正要上车，突然迎面涌上一群记者，一个个手握摄影机。请问你是鹏辉集团萧总吗？听说你为了壮大公司规模，不惜抛弃糟糠之妻，看上了我是名门汪家千金，是不是属实啊？这位就是汪小姐是吗？听说你出身名门，为了爱情插足别人的家庭，甘心当背后的第三者，敢问您的家人知情吗？他们同意你们交往吗？听说是汪小姐您亲自逼迫鹏辉集团总裁夫人在今天必须让位，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汪希敏气急败坏，你们不要乱说，我可不是第三者，也不屑于此。那你同萧总裁一同出现在民政局是尚未领证了。我扶着车门，看着狼狈的萧生，正护着汪希敏少受闪光灯的骚扰，
而潘伟军就在不远处叼着烟，饶有兴味地望着这一切。商场如战场，一箭双雕的把戏从来都是屡见不鲜，只是没想到潘伟军玩得这么溜，真不愧是商业奇才。很快，一夜之间，各大娱乐杂志头条登满了萧声和汪希敏出现在民政局搂抱的板块。八卦很快传遍了业内，公司的员工都知晓了。苗圃打来电话：“程总，你还好吧？”想不到他跟总裁真的有猫腻，董事会已经决定召开决选大会了。因为这是公司股票狂跌，好几个股东吵着嚷着要撤股呢。这是必然的，墙倒众人推，自古以来的真理。现在其他同行正虎视眈眈着萧声手上的公司壳子呢。我倒要看看汪希敏怎么说服他双亲在这舆论满天飞的档口斥巨资扶持萧声。我躺在宽大的大床上高枕无忧，等着有人将彭辉亲自送回到我手上。凭着这几年在商场的历练，潘伟军想把我手上的股份一口闷，也不所撑死。要我卖股份，我像是为了钱不要战场的人吗？你果然深谋远虑，想不到你比我想象中野心还要大。你前夫没了，你怕是要肠子都悔青了吧？在与潘伟军签入伙合同那一晚，说的我请客陪他那套衣服，实则是他请我入瓮。不过没如他意，他会在最短时间内收购彭辉公司，而我作为最大股东，可以帮助他收购。待公司合并后，彭辉就是潘氏的子公司，我以总裁身份继续经营彭辉，无人能顶替。一眨眼之前，萧声彻底破产，落魄到被各大银行追债的地步。我再见他时，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提着外卖刚进电梯，突然闪出来一个人影。嘻嘻，是我。我定睛一看，这还是昔日风光无限的萧大总裁吗？胡子拉碴，衣服破皱不堪，不修边幅，十足一个流浪汉。嘻嘻，我错了，是我昏了头，对不起你，请你帮帮我好吗？原来汪希敏的父母在得知自己一手培养的女儿竟然跟一个二手男人不清不楚的在一起后，气得直接吐血住院了。汪希敏是哭得梨花带雨，想要让萧声出面安抚，当知他正落魄躲债呢。当他提出让汪希敏能不能跟家里说一下拿笔资金救场时，汪希敏精明的头脑一下子就想到了垫脚石这个词汇。于是两昔日你侬我侬的恋人变成了一对怨偶，互相指责推诿。汪希敏就是靠不住，我没想到他会在关键时刻把我舍弃，我真是瞎了眼。萧声咬牙切齿道。我递给他一沓纸币，夫妻一场，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萧声看着我手上的散钱，默然怔了几秒，最终还是接过了我手上的钱，最后低头讪讪离去。我以为他会纠缠，手机早已准备好呼叫安保的拨号了，所幸他也识趣。再然后，我上任彭辉集团总裁，苗圃是个忠实的助理，我把他继续留在了身边。程总，真没想到，都这样了你还能逆袭升级，你真牛。苗圃向我竖起大拇指。今晚一起喝一个，叫上公司所有员工。我发话。苗圃张大嘴巴，开心麻利的出云宣布了。我坐在总裁办公室，转动着身下的座椅，我的辉煌时刻才刚刚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